给女神发消息，不小心把我想睡会发成了我想睡你。温寒溪，2分钟后，今天吗？能不能等我1个小时？我回来后很快就去找你。2个小时后，我在宿舍楼下被温寒溪堵住，看着我凌乱的衣服和脖子上可疑的痕迹，他红着眼委屈道：“你是不是背着我找别人了？我一会有个比赛，大概1个小时没办法回消息，绝对不是故意不回你。”学姐比赛加油，我一会回去。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？熬夜做实验的我，此时2眼昏花，根本没看清楚消息，撑着回了最后一句：“我想睡会。”丝毫没有发现自己把我想睡会发成我想睡你。发完消息，我上下2个眼皮早已支撑不住，倒头就睡，根本没有听到手机叮叮当当的消息提示音。此时考场上的温寒溪脸红的可以滴血，他先是小心翼翼发消息试探：“什么？你是不是发错了？”看着对方没回，他生怕对方反悔，又接连发了几条消息：“今天吗？去哪里？能不能等我1个小时？我回来后很快就去找你。”在进考场的最后一刻，他还紧紧盯着手机，生怕错过1条消息。我现在要进考场了，你一定要等我。林月洲，起来了！江晨一声大吼把我喊了起来。我嗯了一声，闭着眼睛拿起旁边的手机。学姐给我发信息了，不急着看内容，先回一句：“学姐，我睡醒了。”林月洲，赶紧的，食堂肥牛米线前50人买1送1。什么？我瞬间清醒，手脚并用爬下床。食堂那家肥牛米线可是出了名的好吃，汤汁浓郁，口感鲜美无比，唯一美中不足就是价格太贵。买1送1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我怎么可以错过？简单用清水洗了把脸，拿起手机一看，居然关机了。我把手机一丢，跟江晨往楼下100米冲刺。哎，你确定不换1件衣服？你脖子上好几处红痕，不知道的以为你干了什么坏事。我挠了挠脖子，不碍事，吃完去买花露水。只顾着跑都没看路，身体直接撞到一个香香软软的怀抱。我一惊，连忙扶住对面的人。没事吧？我小心询问。是温寒溪。学姐，好巧啊。温寒溪的目光从我脸上掠过，落在我脖梗处的痕迹，瞳孔微缩。你睡过了？我朝他扬起一个笑，还睡得很好。温寒溪先是不可置信，慢慢的有些委屈。林月洲，你是不是背着我找别人了？糟了，我好像忘记自己跟学姐约了饭，现在跟江晨去吃饭，确实算。那个，对不起学姐，我有点急。我有些不知所措，余光偷偷看了学姐一眼，她好像很生气。温寒溪眼尾泛红，嘴角噙着苦涩的笑。林月洲，你是有多急？1个小时都等不了。我把头埋得更低了。江晨用手肘撞了撞我，我偷偷瞄了他一眼，我在他眼里看到了肥牛米线。他好像在说：“快走，晚了宿舍哥几个都得饿死。”我朝他投去一个你放心的眼神，重重点头。学姐，这次真的不行，事态紧急，下次我一定让你优先。所以我是 Plan B。在温寒溪不可思议加受伤的眼神中，我和江晨狂奔向食堂。肥牛米线，小爷我来了。林月洲，你为了口吃的连女神都不要了。江晨瞪着我一脸恨铁不成钢。我一边大口吃着米线一边回话：不是你催着我赶紧走，晚了米线就没了吗？江晨一口气差点没过去。我是想让你放开我，你跟女神聊天，我去抢米线。啊，那怎么办？赶紧吃，吃完回去跟你女神道歉，居然为了口米线丢下她一个人。我不好意思挠挠头，想到我和温寒溪第一次见面，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社团组织我们去农村团建。那天温寒溪站在大锅前，烟雾中，她身材修长苗条，面部轮廓精致立体。一阵风吹过，一股铁锅炖大鹅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，也悄悄溜进我心里。我站在远处望着她，心跳突然漏掉一拍，世界仿佛安静了。这样的温寒溪让我心动。我没想到学姐这小小的身板里，居然可以爆发这么大的能量，居然可以做出这么美味的大鹅。我咽了口唾沫，无法自拔地爱上了她。江晨听着我的话，嘴角微微抽搐。你不知道，那天学姐居然把唯二的鹅腿夹给我一只，她好体贴。那天之后，我就加上了学姐的微信，每天找各种借口跟她聊天，给她发早安晚安，还暗示她以后参加什么活动都要带上我。江晨忍不住朝我翻了个白眼：林月洲，你到底是喜欢大鹅还是喜欢学姐？我低下头，不好意思笑了笑，喜欢大鹅，也喜欢学姐。江晨看着面前的肥牛米线摇了摇头，我看不一定。吃饱喝足，我和江晨乐呵呵回宿舍，重新开机，手机叮叮咚咚的消息提示音响个不停。我打开看了一下，全都是来自于学姐的微信。月洲，我比赛完了，我马上回去找你。月洲，你想清楚了吗？月洲，我到学校了。月洲，你在哪？月洲，我在你宿舍楼下。我一条条翻看着学姐的消息，耳根有点发烫。学姐，这是喜欢我，还是我在自作多情？那我还要不要告诉她我发错了？我挠了挠头，输入又删除，犹豫再三，终于发出一条消息：学姐，你的意思是？温寒溪的聊天页面一直显示在输入中，直到10分钟后，对方发来一条让我意想不到的消息：
对不起，不是本人，原号主把账号卖给我了。学姐被盗号了。靠，我被骗了200块，室友的声音把我吓了个机灵。怎么了？他一副要杀人的表情。我女朋友账号被盗了，骗了我200块。对啊，我听说最近很多账号被盗了。我沉吟片刻，给学姐发了最后一条消息。既然这样，那互删哈。考虑到我和学姐珍贵的聊天记录，我退出删除，忍痛把人拉黑。这个盗号狗人还怪好的，盗了学姐的号还告诉我。此时看着屏幕里红色感叹号的温寒希肠子都悔青了。什么不说被盗号，现在好了，爱情的火苗生生被掐灭。大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学姐账号被盗了，那我要怎么跟她道歉啊？可能我动静太多，吵到隔壁的江晨，他敲了敲我的床。我打开手机，你大晚上不睡觉扭什么呢？是不是在想学姐？底下还配了一张嘿嘿嘿的表情包。我忍不住小脸通黄，踹了他一脚。学姐账号被盗了，我还没给她道歉。这要巧，你怎么知道的？盗号那个告诉我的。真是个大聪明，你等着。江晨噼里啪啦打字，没一会给我回复了。明天下午3点，学姐有排球比赛，到时候去给她加油，送水，道歉一条龙服务，再铁石心肠的人都会原谅你。有道理，明天顺便问问她被盗号的事。我拿着水在观众席伸长脖子，轻易在球场中央看到温寒希，她身穿白色运动裙，扎着高马尾，人群中的她仿佛会发光。她看着我这边笑，我心脏下意识加快，喊加油的声音越发卖力。中场休息，我拿着水朝温寒希跑出。一个甜甜姐姐，喝水，打断了我的话。出现了，一个小鲜肉跑到温寒希面前，那声姐姐叫的周围人连连起哄。我呼吸一滞，死死盯着温寒希，拒绝，快拒绝，谢谢。温寒希接下，仰头喝下。我快把温寒希手上那瓶水盯上东来，心底闷得慌，手里的水都快被我捏变形。这男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难道学姐也喜欢这种？岳州，你怎么来了？温寒希转身，眼神落在我手上的水，眼眸亮晶晶的。呵呵，我当然是来送水的呀。我把送水2个字咬得很重，说着我把水胡乱塞给旁边的人。温寒希准备接水的动作一顿，眼底的光芒一瞬间暗淡了。他就是昨天那个人。他眼神不善看向旁边的白小小。我扭头看着旁边红着脸说谢谢的白小小，难怪我看着这么眼熟。昨天这姑娘排我们后面，一个人吃了4份米线，让我印象深刻。对。温寒希脸上闪过一抹受伤的表情。我到底还是不甘心，学姐，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？几个字没说出口，就再次被打断。林月洲，昨天你才找了这家伙，今天又找我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温寒希眼尾发红，像是在极力隐忍什么。姐姐，你晚上答应陪我吃饭的。小鲜肉拉着温寒希。好。温寒希朝他笑了笑。我心底泛起酸涩，看着温寒希无视我的样子，心里越想越气。不是，就吃个饭怎么扯到这上面去了？我又不是没有人陪，谁稀罕？谁稀罕你陪？小爷有的是人陪我。我赌气吼了一句，转身就走。一路上我脑子一片空白，刚刚冲动了，什么都没有问清楚就凶学姐，更是把盗号的事抛到九霄云外。我终究还是输了。江晨，学姐果然生气了，她晚上还要陪小鲜肉吃饭，我没机会了，我的初恋还没开始就结束了。江晨一脸嫌弃拍着我的背，就吃个饭又不是结婚，你还有机会？有道理。我立马精神了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我还是失眠了。我看着黑名单里的大鹅学姐，跟她的聊天记录翻了又翻，都怪那盗号狗，要不是他盗号，我昨晚就跟学姐道歉介绍了。越想越气，我把人拉出黑名单，把所有的委屈通通发泄在他身上。盗号狗，你给我出来！你是不是见不到别人好，有手有脚什么不做，偏偏学人家盗号？要不是你，我怎么可能联系不了学姐？我现在连跟她聊天的机会都没有了。你到底有多缺钱啊？谁的号不到偏偏到学姐的？聊天页面一直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中。我本来计划着想把对方骂给狗血淋头，可是越想越觉得没什么用，语气逐渐窝囊起来。大哥，求你了，把学姐的号还给她吧，我真的想跟她聊天。哥，你要怎么样才肯把号还回去啊？见对方一直没有回复，我看着只剩300多的余额，咬咬牙给对方转过去200。我只有这么多了，求你把号还给学姐吧。超级无敌霹雳盗号大帅哥，求你了！双手合十 JPG， 在我连续的彩虹屁中，盗号大哥终于回消息了。钱就不用了，这人对你很重要吗？居然花钱帮他赎回账号，当然他在我心目中顶顶重要。好，立刻马上还。我捂着嘴偷偷开心，终于又可以跟学姐聊天了。想到白天学姐那么凶，我又补充了一句，今天学姐凶我了，作为惩罚，你能不能晚几天再还给她？对面沉默了几分钟，好。此时躲在被窝里回信息的温寒希，嘴角扬起一个浅浅的弧度。想到下午在球场凶了人的事，觉得自己话说的有点过了，我真该死啊！不过岳州心里还是有我的，我不是 Plan B。 自从把学姐的微信从黑名单拉出来后，我们都没有聊过天。不知的盗号哥言而无信，还是学姐已经忘了我，心里只有小鲜肉。江晨说过，
主动就输了，雄鹰一般的男人肯定不能输。我跟江晨再三保证，我绝对不主动，除非学姐主动给我发信息，就算撤回也算，又或者学姐主动跟我说话，眼熟交流也算哈，毕竟我可以读懂她的内心旁白。江晨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看你这没出息的样，还没在一起就倒贴200帮人要回微信，要不是人家没要，你今天这糖醋排骨就吃不成了。我乐呵呵傻笑，我这不是乐于助人吗？江晨努了努嘴，诺，你学姐对面还有位置，坐过去。我一抬头，正巧跟学姐四目相对，心顿时有些乱了。不好吧？我清了清嗓子，你差点在宿舍叫老婆了，有什么不好的？你不是还想问到号的事吗？江晨扯着我到学姐面前，学姐，这有人吗？温寒溪摇摇头，我顺利坐到温寒溪对面。明明昨天才见过，可不知道为什么学姐看我的眼神却是两眼空空。学姐，你账号前段时间不是被盗了吗？要回来没有呀？啊，你账号什么时候被盗？你这几天不是还在宿舍群激情发言吗？学姐的朋友一脸疑惑，温寒溪脸一红，朝旁边室友瞪了一眼，咬牙肯定道，就是被盗了。室友一脸原来如此的表情，难怪平时你那个死高冷静，这几天深夜却在群里发失恋宣言，我还怀疑你被夺舍了。温寒溪被室友说到耳朵连带着脸都红得吓人，他眼疾手快夹起盘里的鸡腿塞到室友嘴里，吃鸡腿，话别太多。我一脸懵地看着面前的一幕，江晨却勾起嘴角，低声跟我说了句，你这学姐不简单啊。什么不简单？江晨接到辅导员电话，只好提前离开，走时还提醒我长点心。饭吃完，外面开始下起大雨，雨水哗啦啦地打在玻璃窗上，我瞟见学姐旁边的雨伞，顿时心生一计。我起身放好餐盘，随手抓了一个幸运儿，同学，你带伞了吗？没有，那我的给你。我把伞塞到对方怀里，蹑手蹑脚朝学姐那边走。学姐的室友提前走来，学姐站在食堂门口，望着外面的雨，似乎是在等人。见我过来，她不好意思清了清嗓子，岳州，我没带伞，你能不能送我一程？学姐，我忘带伞了，能不能送我回宿舍？两人异口同声，都傻眼了。我看着学姐的包，刚刚我明明看见有一把粉色的雨伞呀。学姐看着我手上空空如也，也有些愣神。我刚刚不是看到那个，我回头打算找刚刚给出去的那把伞，可为时已晚。远处，对方拿着我那把奥特曼雨伞，正渐行渐远。学姐和我面面相觑，两人都不约而同露出懊悔的表情。这下完蛋了，要不坐下聊会天？学姐，你那账号到底怎么要回来的？要不还是别聊了。眼见着雨越下越大，食堂的人也走得差不多，我自告奋勇脱下外套，学姐，我先送你回去吧。我走到温寒溪旁边，把衣服举过头顶，过来一点，小心淋到了。我温柔道。当姐朝我靠近时，我鼻尖闻到她的身上那股淡淡的花香。我举高外套，把学姐整个人笼罩起来，就像把她护在羽翼之下。准备好了吗？学姐点头，下意识扯着我短袖下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有些紧张。走了。我迈开长腿，学姐紧跟着，只觉得耳朵边风呼呼吹过，心跳加速的厉害。雨越下越大，外套挡住了光线，我看不到她脸上是什么表情，却能够清晰感受到她身上的热度。会不会太快？我低声询问。学姐小声回答，还可以再快一点。我突然踉跄一下，这什么虎狼之词？学姐被我的举动吓得有些手忙脚乱，她生怕我摔倒，双手紧紧抱住我的腰。我的身子微微一僵，下意识闭住呼吸。咚咚咚，我听见自己心脏剧烈跳动的声音。我没事，我稳住身形，低哑的嗓音中带着笑。没事就好。学姐不由松口气。刚刚我和学姐离得那么近，她不会听到我的心跳声吧？学姐松开我后，我刚松了口气，下一秒她又重新贴上我的胸膛，感受着学姐身上散发出来的热量，我的心跳声一声比一声更强烈。岳州，你心跳的好快啊！学姐抬起头，我们四目交接，雨水冲刷过她的睫毛，在眼睑处晕染出细碎的光影。我的眼中闪过异色，喉结轻滚，嗓音沙哑道：学姐，你听错了，快走吧。送学姐回去后，我心不在焉回到宿舍，手不由自主放在自己胸口。卧槽，我的心真的跳得好快。我拉过江晨的手放在我胸口，江晨，你摸摸我的心是不是在跳？你变态啊！江晨一脸嫌弃扯出手。江晨，我好像喜欢上学姐了。我把手放在胸口，心跳久久不能平复。心不跳你人就死了。江晨忍不住调侃。不是，是那种咚咚咚，整颗心脏都快跳出来的感觉。知道了，你之前不是说过你喜欢大鹅，也喜欢学姐吗？我摇摇头，语气坚定。错了，我喜欢大鹅，但更喜欢学姐。江晨眯了眯眼，质问我，你是不是跟温寒溪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？回想起刚刚跟学姐的接触，我不由老脸一红，嗨嗨，没啥，就送了学姐回宿舍。你给我长点心，温寒溪可是个老狐狸，盗号什么的肯定是他自导自演，小心你被吃的渣都不剩。此话怎讲？学姐不可能骗我吧？江晨摇了摇头，朝我伸手，手机。
我双手奉上。江晨一边翻聊天记录一边啧啧摇头。林月舟，吃的你就精通，感情上你就是个傻子。你女神这回复，这急切度，你想睡她，她都主动送上门来了。要是她不喜欢你，我脑袋拧下来给你当球踢。真的？嗯哼。江晨挑眉。不过你现在当务之急得解决2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第一，那个小鲜肉。说到小鲜肉，我原本燃起的斗志再次熄灭。如果小鲜肉是学姐男朋友呢？他们一起吃饭，学姐还接了他的水，还对他笑。我越说越没有底气，说不定是道浩哥可怜我才那么发的。江晨摸着下巴，一副思考状。根据我多年恋爱经验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。聊到这里，我突然收到学姐的消息：岳州周末社团组织去山上露营，你要不要一起去？去！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下来。刚好趁这次机会问清楚学姐跟小鲜肉的关系，要是她有对象，我就当断则断，不能做感情的奴隶。外套带上，到时候学姐冷了你就给披上，还有驱蚊水、跌打损伤那些都带上。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，努力让学姐拜倒在你的西装裤下吧。江晨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语重心长说道。我重重点了点头，忙着准备，都忘了问他第2个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了。周末阳光明媚，一切准备就绪。这次我林月舟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。嘿，林月舟，肩膀被人拍了拍，我一扭头，眼前的女孩露出一个甜甜的笑，是那个4碗米线女孩。嗨，又见面了。我笑着朝她打招呼。你好，我叫白小小。她甜甜笑着说。我敷衍的点头，时不时扭头去找温寒溪。那个，白小小扯了扯我的袖子。那个，我今天来的匆忙。然后白小小的脸肉眼可见的红了，我这才发现她穿了一个超短裙，双手不自然的扯着裙子。我顿时了然，看着包里的外套有些犹豫。要是给了白小小，我就少了一个跟学姐接触的机会了。但要是我不帮忙，她一会肯定走光。想到这里，我毫不犹豫从包里拿出外套递给她。谢谢你啊。白小小接过外套系起来，冲我感激的一笑。岳州，你要不要跟我一组？温寒溪在远处朝我招手。我心中一喜，正想抬脚往那边走，却被远处一声口哨声止住了脚步。哟，这腿可真白，一会排他后面，说不定可以看到点什么。不远处2个男的盯着白小小大腿正窃窃私语，还时不时用舌头舔嘴唇。我忍不住皱眉，要是白小小跟那2个猥琐男分一起，估计得遭殃。林月舟，温寒溪再次叫我，此时周围人的目光都停留在我们身上。我的目光在温寒溪和白小小之间流连，最后叹了口气。学姐，我跟白小小一组。话音刚落，学姐脸上浮现失望。林月舟，其实我一个人可以的。白小小怯生生开口。我摇摇头，示意她放心，没事，一会你走我前面，我帮你看着点。我还想上前去解释2句，那个小鲜肉又出现了，没想到露营学姐还把人带过来。她拉过学姐的手，瞪了我一眼，仿佛像一个胜利者在向我挑衅。我向白小小打听，那个男的你认识吗？那个呀，听说是温寒溪家属。看着学姐拉着小鲜肉的手渐行渐远，我心头越发苦涩。啊，原来是家属。我全程心不在焉。白小小走在我面前，时不时回头跟我说话。岳州，你怎么了？我摇头，看着前面小鲜肉小心翼翼牵着学姐的手，一路走一路说说笑笑，有些羡慕。要是学姐牵着的是我有多好啊！我摇了摇脑袋。林岳州，你说过了，搞清楚就不可能做感情的奴隶。学姐都有男朋友了，我贴上去算个屁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离学姐远远的，不然我会忍不住心动。上山的路上有一段路很陡，有一部分男同学先上去，然后再一个个把人拉过去。我把白小小拉上去后，我没出息留了下来。当我朝学姐伸手时，她下意识皱眉后退。学姐，上来！我催促道。温寒溪摇头，看着我的手有些嫌弃，他语气有些冷。我用不着你。正当我愣神之际，一只手拉着我跨了过来。谢谢，姐姐有我照顾就行了，你有时间顾好自己的搭档。小鲜肉语气里充满挑衅。我的手紧握成拳，却又无力反驳，心情顿时跌入谷底。岳州，要不要喝口水？白小小给我递来一瓶水。我摇摇头，你拿这么多东西，应该累了吧？我帮你拿一点。白小小拿过我手上提着的袋子，抱在了怀里，又小声问我，你喜欢吃烤鸡不？我烤鸡很拿手的，一会到了我烤给你吃。听到吃的，我立刻精神了。我笑着点头。白小小见我笑了，嘴角偷偷勾了勾。林岳州，走，捡柴去。白小小用口型提醒我。我放心包准备跟着他，结果却被温寒溪叫住。岳州，你去哪？学姐，我和岳州一起去捡点柴，很快就回来。白小小扯了扯我的袖口，我立刻心领神会。学姐，我们去就回。温寒溪的视线一直停留在白小小拉我的那只手，他脸色更加难看了。我和白小小到远处捡了不少柴，回来时他又蹲下来开始创坑。见我一脸懵，他笑着说，这烤鸡啊，用土包上可以让肉汁和香气不流失，这样烤出来的鸡才是最正宗的。我看着他形容，忍不住咽了咽口水，撸起袖子跟他一起干。
两个人吭哧吭哧忙活半天，终于把鸡烤熟。忙完一切，两个人坐在地上气喘吁吁，剥开土以及锡纸，一股浓郁的香气弥漫开来。我迫不及待地撕下一块放在嘴里咬，鸡腿很肥美，肉质很嫩滑，香气四溢，真是美味极了。好吃吗？白小小期待地望着我，我点头，太好吃了，你喜欢就好。白小小顿时松了口气，她的头发凌乱地贴在额头上，阳光落在她脸庞上，有一丝耀眼。怎么样？好玩不？我点点头。她突然指了指我的脸，你脸上脏了。我拿起袖子使劲擦了擦，擦着擦着，白小小却笑出了声，她忍着笑，拉住我的手，你别擦了，一会成包公了。你别动。白小小的脸突然在我面前放大，眼神认真，脸上软乎乎的。我身子一僵，睁大眼睛盯着近在咫尺的脸蛋，脑海一片空白，我不知道接下来该作何反应。好了。白小小笑得灿烂，谢谢。我赶紧低下头躲避她的目光。学姐什么的都过去了，其实认识一个这样的朋友也挺好。早上的难过情绪瞬间一扫而空。你们谁带来打打杀杀的药？远处一个女生到处找人问，怎么了？有人受伤了吗？我忍不住问。女生指了指不远处，你有吗？含西药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学姐受伤了。我没心思把女生的话说完，拿起包里的药就朝温寒溪那边跑。学姐，你哪受伤了？我这里有药。我喘着粗气，拨开人群，终于看见了温寒溪。他半蹲在地上，一只脚放在他腿上，他正拿着冰块小心地敷着，脸上满是担忧。而这只脚的主人正是那个小鲜肉。谢谢。温寒溪快速接过我手上的药，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不愿意分给我。如果可以，我现在真想把药抢过来，疼死那男的。明明是特定给学姐带的，现在倒好，给他人做了嫁衣。我咬了咬后槽牙，转身进了帐篷。想到要看见小鲜肉和学姐在饭桌上卿卿我我，我顿时气饱了。江晨，学姐有男朋友了。江晨，我好像病了，现在饭都不想吃。江晨，我是不是要完了？突然觉得再好吃的东西都比不上学姐，可是我没机会了。发泄完，我盯着屏幕看着江晨的消息。林月洲，你完了，我是不是真的病了？你惨了，你已经坠入爱河了。拜拜就拜拜，下一个更乖，好好玩。哥们手上大把资源，到时候给你找个白富美，别让我看不起你。我还来不及伤心，外面有人喊我。月洲，我探出脑袋，就看见白小小拿着巧克力和零食，跟献宝似的递给我。是不是吃烤鸡腻了，晚上吃不下呀？我给你拿点零食，晚上饿了可以吃。谢谢。白小小歪着脑袋，指了指天，要不要一起去看星星？这里的星星很漂亮哦。就当换个心情，我一口答应。跟白小小往外走时，两人毫无察觉，身后被一抹纤细的身影尾随。越往高处走，天上的星星越璀璨。白小小兴奋地指着天空，月洲，看，北斗七星。我看向白小小所指方向，果然发现天空中出现了几颗闪亮星辰，它们排列在空中，散发着幽暗、明亮、温柔的光芒。哇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北斗七星。白小小找了块干净的石头，拉着我一起坐下。谢周，其实我找你出来是有话想跟你说。白小小犹豫了一会，似乎鼓足勇气，看着我的眼睛，认真道：月洲，我喜欢你。我一听傻了，愣愣看着他，半晌说不出话。我们这才见过几次面，怎么就喜欢上我了？白小小脸红得像番茄，她不敢看我的眼睛，手不停扯着裙摆，紧张又期待。我知道我们刚认识不久，但我真的很喜欢你，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。我脑袋里乱糟糟一团，就在我想着应该怎么回答他时，背后突兀响起一声，等一下，是温寒溪。他注意到我在看他，眼神有些躲闪，脸上染上不自然的红。那个，好巧啊，居然在这里碰到你们。不用误会，我就是碰巧路过，不小心听到，绝对不是故意打扰。温寒溪越说，耳根越红。学姐，我和月洲还有话说，能不能回陛下？白小小不客气的感人。我就在旁边待着，不打扰你们说话，你们不介意吧？温寒溪看着我试探道。白小小眉头微蹙，学姐，你在这，我会不好意思的。那个，我找月洲有事，能不能先让我说完？温寒溪走近，直接牵起我的手就想走。学姐，凡事都讲究个先来后到，你能不能等我先说完？白小小眼疾手快拉住我另外一只手，眼看着气氛有些不对，我被两人这么拉着，走也不是，停也不是，说话都插不上嘴。温寒溪丝毫不示弱，要说到先来后到，也是我先喜欢的月洲，你是怕我带走月洲之后影响到你什么吗？白小小也丝毫不示弱，学姐，不是我说，你早干嘛去了？人家在表白你过来截胡。温寒溪冷嗤一声，虽然我是 Plan B， 但也不见得我会输。什么 Plan B？ 两人剑拔弩张，眼瞅着就要动起手，我连忙拦住他们。等等，你们俩都闭嘴。学姐，我跟白小小有话说，你能不能回陛下？非走不可。我点头。温寒溪眼底闪过一丝失落，但他还是顺从的转身，慢吞吞移动，一步三回头，等看不见人，我才回归正题。白小小，谢谢你的喜欢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。虽然我们只见过几次面，但我知道他是个很好的人。白小小笑了笑，
似乎不意外我的回答。我明白了，那我就全当你让我从朋友做起。若是哪天哪个不长眼的让你不高兴，你来找我，我永远是你的后盾。他这句话说到最后，还特意提高了音量，朝不远处的草丛瞥了一眼。好，那我先走了，估计某人有事找你。白小小走后，温寒溪从后面的草丛钻了出来，笑得像只偷腥得逞猫。他红着脸解释：我发誓，我绝对不是偷听。学姐，刚刚你说喜欢我是认真的？温寒溪认真点头，替当然。我皱了皱眉，语气不善。学姐，虽然我喜欢你，但是我不得不说，你也太渣了吧。温寒溪被我说的一愣，什么意思？我林月舟就算再喜欢你，也不会给你做小三。你前脚给那个小鲜肉揉脚，后脚就跟我表白，我还没怎么不要脸。我气鼓鼓瞪着温寒溪，什么朋友？我没有小鲜肉，那是我弟弟。温寒溪急得满头大汗。我一愣，你弟？温寒溪嘴角的笑意都快压不住。对，我弟，亲弟，刚刚过来找你是为了跟你道谢，没想到。我现在脑子想江湖，所以白小小说的家属是弟弟，太尴尬了。我现在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。温寒溪盯着我的目光过分炽热，让我有些招架不住。所以，月舟，我能不能理解为你是在吃醋？温寒溪的笑容更灿烂了。什么鬼？我才没有。我开始顾左右而言他。温寒溪朝我靠近了几分，小拇指轻轻挠了挠我的掌心，眼中的爱意快要溢出来。月舟，你刚刚说你喜欢我。我抽出手，转移话题。等一下，我还没问清楚你刚刚说什么。Plan B。说到这，温寒溪顿时有些委屈。之前你发信息说想睡我，我想着快点见到你，只花了半个小时就把卷子写完了，没想到你居然背着我找了白小小，还说什么下次再约我。篮球场那次，我以为你来给我送水，没想到还是给了白小小。我不是你的。Plan B 是什么？说完，温寒溪还不忘补充一句，就算是 Plan B 我也可以等的。听到温寒溪说的种种，我忍不住扑哧一笑。没想到这是闹了这么大的乌龙，我不好意思挠挠头。学姐，我跟白小小就在食堂吃面的时候见过，睡觉就我一个人在宿舍睡的，送水是因为你接了你弟的水，我随手塞给他的。温寒溪的眼睛瞬间亮了，所以我才是你的第一选择，对不对？我清了清嗓子，没有否认。所以学姐，你的号是不是也没有背到？我试探性的开口问。她红着脸点头。你为我做的我都知道的。天啊，我之前发的那些舔到浩哥的话，学姐都看见了。她不会以为我是舔狗吧？此时此刻，我只想换一个星球生活。月舟，我喜欢你，很喜欢很喜欢你，请问你原因做我男朋友吗？温寒溪认真看着我，黑曜石般的眸子泛着光。我紧张的差点忘记呼吸，心跳声反复将我淹没。温寒溪耐心等待，紧张而又期待的望着我。告白这种事怎么能让女孩子来？学姐，我喜欢你，你愿意？我小心翼翼从兜里掏出一朵花，一拿出来花朵就掉下来了。完了，刚刚不小心给做扁了。我手忙脚乱想把花装上，可越慌就越做不好。我愿意，我愿意。温寒溪一下子撞进我的怀抱，熟悉的温度和味道令我心跳加速。我用力抱住她，仿佛害怕失去一样。学姐，我能不能亲？话还没说完，温寒溪踮起脚尖，吻上我的唇。她的唇软糯香甜，像棉花糖一样，令人沉醉。低头看着她的睫毛轻颤，像蝴蝶的翅膀，美丽又迷人。我渐渐沉沦在其中。这一刻，我突然理解那句土味情话：星星在天上，你在我心里。突击检查，你在干嘛？江晨深夜发来消息，在亲嘴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那你先亲不是？什么亲嘴？林月舟，你在亲谁的嘴？快住嘴！你小子怎么不声不响就把女神追到手了？也就一般般了。好，林月舟，你出息了。明天你最好151事跟我交代清楚，否则从宿舍除名。第一次谈恋爱，我紧张的睡不着，拿着手机跟学姐聊了一个晚上。那天晚上我做了春梦，做梦对象自然是温寒溪。她在床榻上一遍又一遍地叫着我名字，我吻过她的额头、鼻翼、唇瓣，一遍又一遍，让我沦陷其中，无法自拔。早上醒来，我红着脸回味着昨晚的梦，一出帐篷就见温寒溪扶着弟弟一瘸一拐朝我走过来。他看见我，朝我挥了挥手，姐夫好。我抑制不住自己的嘴角，咧开嘴傻笑。你好。我主动从温寒溪手上接过弟弟，本来以为可以提前培养一下感情，没想到两个人太嘚瑟，下山的路上摔了个狗啃泥。跟学姐在一起后，我才想起江晨说的第二个问题。我跟学姐说我想睡她。某天，我在江晨的怂恿下，主动给学姐发了消息：宝宝，之前是发错消息，现在我想让消息成真，可以不？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你想睡我吗？想，特别想。那你周末什么时候有空？你想要什么时间？全部可以。学姐答应的痛快，可她根本不知道一个血气方刚大学生的实力。于是那天我神清气爽，学姐哑了嗓子，她有气无力瞪了我一眼，要我发誓。我发誓，我下次还敢。番外，白小小视角，因为3个东西，我喜欢上了林月舟。我这辈子也没想到，一碗肥牛米线居然可以有那么多形容词，什么香气扑鼻、细腻柔软、入口绵长，那成语一个个从她嘴里蹦出来。那时候我被学习压得喘不过气，
常常吃不下东西，因为他的形容，那天我食欲大开，吃了4碗。我这人比较冷漠，比赛有人送水的事更是不可能。可那天林月洲居然给我递了水，虽然我感觉这水不是给我送的，但我还是很开心，因为大暴雨被困在食堂，还是同样的方式，林月洲把伞塞到我怀里。虽然奥特曼很丑，但它的主人很暖。这次我终于知道它的名字，林月洲。虽然被拒绝了，但他幸福就够了。一拳文完一。